你爹的今天，你们沈家的今天，从头到尾都是我一手策划。你竟然要我在此刻放过他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知道不可能，但是我还是得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姓沈，他是我爹。你跟我来。这是我爹。15年前，我爹死在狱中，吴家东院家破人亡，都是拜你爹所赐。是，可是我爹他也是无奈，他这辈子白手起家，挣到的每一文铜钱都是用自己的血汗拼来的。他视自己赚到的一切利益为生命，谁要是敢动他的利益，他就会跟谁拼命。其实他这个人并不坏，他只是被仇恨蒙住了眼睛，被利益遮住了良知。那我们吴家呢？我爹呢？吴聘呢？他们没有与你们沈家为敌，更没有触动到你们沈家任何利益。好，是我们沈家罪有应得。可是你想想，我大哥早逝，我们沈家家产也已30了大半。现在我爹内心痛悔万分。如果说是家破人亡，其实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不，还远远未到。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吗？换了我，落到你们沈家今天的局面，你爹、杜明礼，还有他们身后站着的王爷，他们会轻易放过我吗？难道他们不会赶尽杀绝？我做的这一切，其实只是自保。其实我来之前，已经想到了会有这种局面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？为了心安。可现在，朝廷在通缉你，泾阳所有人都认识你，你不怕吗？我爹为了我，命都可以不要。我为他冒这点险，算得了什么？你就不怕我举报你？如果是你举报我，我认了。你必须认，因为这就是因果。当初我求你带我走，你不干。如果当初我们走了，也就没有今天了。所以今日沈家之败，其实是你求人得人的结果。那你想要怎么样？学你，翻脸无情。周莹，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。好，那我现在找人，就去通知赵大人。少奶奶，赵大人来了，拦住他。恐怕拦不住。赵大人带了很多兵马。找韩先生。好。你不是说要举报我吗？你会看到的。跟我来。快，往那边跑！站住！站住！沈清怡，果然是你。赵大人，赵大人，好久不见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还敢回到泾阳来？想要革命，胆子不能太小。
拿下。是。周莹，你包庇无责，我已经网开一面，你莫要得寸进尺。你不能把他带走。你可知道他现在是什么人？此人在戊戌之后，与那孙文一拍即合。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在我面前，你就休想带他走。此人罪大恶极，比吴泽更甚。太后、皇上皆对之深恶痛绝。你若跟他扯上关系，我可救不了你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周莹，你有点轻重好不好？赵大人，我们相交10来年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从来都没有轻重。拿下。巡检。周莹，你这是犯上作乱。那又怎样？你不用管我。今天在吴家，你就是我的人，没有我同意，谁都不能把你带走。周莹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彼此彼此，不必为我牺牲，与你无关。韩三春，把你的人带走。赵大人，我只听少奶奶的。你家少奶奶已经疯了，那我们就跟她一起疯。没错，这些年我们一直陪着他疯。赵大人，看来今天只有血战一场，你才能将人带走。赵大人，我们3人性情相投，今日若能同归于尽，也是美事一桩。赵大人，赵大人，外面有骚乱。什么骚乱？说是有储户在日常河门口等了7、8天都没有取到银子，一气之下放了一把火，日常河一烧，街面上全乱了。有人跑去烧沈家的其他商号，其他不是沈家的商号也跟着遭了殃，还有人趁火打劫。赵大人，我只是一个通缉犯，你今天逮不到我，可以下次。但是如果骚乱控制不住的话，就像野火燎原。赵大人，平息骚乱，可比抓住一个沈心怡重要多了。沈星移，我若再碰见你，我绝不放过。走，走。周莹，快走，快走！你们护送沈心怡，快去，快去！全收了，全收没了，全收没了，全收光了。我的银子了，我的银子了。朱少君，少奶奶，你也有钱存在日常河？少奶奶，他家的利息比别人家的高一点。每次我得了工钱，就来存上，谁知道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我攒了5年了，是留着娶亲的银子。我不是沈家的人呐！别打我！别做人了！别打我！打死你！站住！除了日常河被烧以外，另外还有3家沈家的商号也都被烧。万幸的是，人都跑了出来。茶行库房里存的茶都被抢了。
卖不出去的那些土布也被抢光了。抢就抢吧。赵白石封了药材行，反而还完好无损。其实，那5000包生丝，如果搁到明年，一定也能赚钱。谁会等我们到明年啊？老爷，这到底都是什么人干的？你有什么线索吗？我已经不关心了。我这辈子做错了太多事，有些甚至是伤天害理。谁跟我作对，都是替天行道，都是我应得的。沈家败了，老爷，我这辈子，我最怕就是没钱。为了挣钱，我什么苦都可以吃。什么委屈我都可以受，什么我都可以卖，包括良心。可是我付出了这么多，到最后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结果。但这都不是最惨的，因为我突然发现，没钱的感觉，原来并不是想的那么可怕。你们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吗？就是突然发现，我以前为了挣钱所付出的所有，其实并不值。太不值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吴家东院的少奶奶求见。他来这里干什么？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商量。请他进来。是。王妈妈，沈家可真大呀！那是呀，我们沈家在泾阳虽然排到第一，那是稳排第二的大户人家呀。
在肯定还在这个院子里，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这一切都是你干的。是。吴州市，你如此心狠手辣，陷害我们沈家，你到底居心何在？霍管家，你是为了给吴卫文报仇吧？是。那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如果你想看看我沈四海现在狼狈到什么地步，你尽管问霍管家。霍管家，他想知道什么，你都告诉他，不用为我遮掩，也不用顾及我的面子。10几年前，你们吴家东院家破人亡。今天，我们沈家兵败如山倒。我认，但10几年之后，你们吴家会变成什么样，只有老天才知道。你现在需要多少银子周转？200万两够不够？你什么意思？以那5000包生丝做抵押。你不是来报复我的吗？是。15年来，我一直都想要报复你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我？我把你斗垮的同时，千万普通百姓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有的甚至倾家荡产。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你一定还有算计。你怕什么？反正你都这样了。说的也是。不过我这200万两银子是有条件的。你想怎么折辱我？第一，我要你亲笔写下当初做伪证陷害我爹的所有过程，为我爹平反。第二，这200万两银子必须先补偿普通百姓的损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周阳，哎，四叔，你坐。王世军，立刻拿200万两银子存入日昌河。200万两银子？是。那日昌河不就活过来了吗？日昌河如果破产，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会跟着破产。这样的事情，我实在下不了手。哎，周英，这我就不明白了啊！沈四海害死了大哥，他是我们吴家的仇人呐，你怎么可以帮仇人呢？四叔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怀仙。
怀仙？换成以前的我，一定是快意恩仇。但现在我是个母亲，我希望将来留给孩子的，在金钱之外是幸福和快乐，而不是世代的仇恨。我们和沈家的恩怨就到此为止吧。我要打你了啊！腿、胳膊。娘，快来！我要输了。来啦！谢谢老爷，谢谢掌柜。起来吧，不用这样了。谢谢。谢谢老爷，谢谢。放过沈四海的同时，等于也放过了杜明礼。王爷本来要问责日昌河的倒闭之过，可现在日昌河起死回生，明礼等人也逃过了一劫。如果我没有估计错误的话，明礼现在正应该准备反扑你我。那就让他来吧。赵白石与吴州市暗中勾结，吃里扒外，侵吞王爷财产，其行不可恕，其心当该诛。够吗？够。陕西机器织布局宣布所有洋布降价。是，平均降了30%，本部更是降到了3两5银子一匹。那不是比成本还低？没错。他一定是知道，我们拿200万两白银支持沈四海，现在流水几乎为零，1两银子都亏不起。所以才敢定出这么一个价格来。如果没有现银的支持，亏不起，就不敢跟着降价。如果不跟着降，布卖不出去，也是死路一条。哼，我还以为杜明礼有什么手段，这弄来弄去，还都是当年胡咏梅那一套。可是当年若非韩先生捐出全部家业，我们不一定能赢。而现在，连韩先生都已经山穷水尽了。哼，今年虽然没有韩先生，但却是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先生。你说的是谁？少奶奶到！各位老板，坐。各位老板，昨天陕西机器织布局宣布所有洋布降价，我知道各位都在等我们金阳布厂的对策。我现在明确的告诉大家，我们金阳布厂不降价。少奶奶，说句老实话，您的洋布比机器织布局的品质要高出许多，所以就算您把价格提高1成，我们也认。但是人家现在把价格降到3到5成，这我们可有点坐不住了。对呀，你别着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现在不降价，不代表以后不降价。只要各位坚持3个月不在机器织布局拿货，那3个月之后，我的价格比今天机器织布局再低5分。少奶奶，您这说话可算话。口说无凭，立约为证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你们都得提前交纳定金。
交多少？交货款的一半。可以啊，我定1000匹，我要2000匹，我要2500匹，我要2000匹，我要2000匹。拜见文先生。赵白石，王爷对你最近的表现很不满意，派我专程来问责于你。文先生，在下哪里做的不妥？你身为王爷的手下，却放任金阳布厂挤占机器织布局的利益；身为陕西巡抚，却在日常河发生挤兑之时无所作为，导致王爷在陕西的存款险些血本无归。文先生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几桩罪名应该都是杜明礼栽赃给我的吧？你不要管是谁举报，只回答我一句：你可认罪？文先生，我这有东西想请您过目，您看过之后再定我的罪，如何？文先生，去年第1季度，杜明礼交了多少两银子给王爷？您可还记得？46万两。您请看，这是沈家给龙生河的分红。文先生，在您来之前，我已经刚写好给王爷的呈文，机器织布局亏损的内幕以及日常河风波的来龙去脉，都在里头。文先生，现在您应该知道，为什么杜明礼要处心积虑地把我赶出陕西。我这就回去向王爷复命。这个月的账目就是这些，还有我们东院。少奶奶，您的电报哪儿发来的？好像叫一个什么香港的地方。周云承诺3个月之后降价，就把那些客商都绑住了。他甚至承诺比我们现在的价格还要低。那些客商都是唯利是图之人，立刻就签约了。那这段时间他卖得如何？大家都等着降价，所以泾阳布厂的生意也很萧条。但是他提前收了定金，所以还可维持。
我向王爷夸下海口，说3个月之内拿下金阳布厂。可现在看来，3个月之后他死不了，我们却危险了。我们还能维持多久？我原本算计着，把库房这些库存全部倾销出去，就算亏本，还有银子进项，硬撑着还能维持3个月。可现在1个多月过去了，咱们才卖了几百两银子，是吧？最多维持7天。那我们要不要另想办法？这事都还好办，回头我找沈四海商量一下。但有另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。什么事？王爷应该早就收到我的信了，怎么赵白石那边却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兴许王爷有更长远的布置呢。但愿如此吧。30万两白银。哎，杜老板，我现在连1两多余的银子都没有啊。可是那周莹借了200万两给你。是，但这些银子我已按照他的吩咐，悉数兑付给了贴票和赔付给了那些小储户。沈四海，你又要跟我哭穷是不是？我没有哭穷，我是真穷啊！日昌河好不容易喘口气儿，后面还有一堆的坎儿呢，我不能掉以轻心啊！你现在至少还可以喘口气，我是上气不接下气了。不行，你这次一定得帮我。杜老板，爱莫能助。沈四海，你可别忘了，没有我，就没有你今天。没齿难忘。那你还不送客？我原本指望降价3成，把所有库存都倾销出去，至少还能回款10多万两银子。可谁知道这些客商都疯了，降价3成都卖不出去。沈四海在这个时候还跟我哭穷，怎么办？咱们现在连买棉花的银子都没有了。没有棉花，就只能停工。不能停，停了我们就完了。我们还有多少库存？5万匹。王爷允许我们亏多少？最多20万两。现在亏了多少？25万两。陆老板，有个新疆的客商来到，说要将我们所有的库存全部吃掉，但是他们出价很低。低多少？比我们现在定价还要低1成。你让他去死！等等，至少还有10多万两进账，那我们就亏得太多了。至少不会停工啊！陆老板，客商还在等着我回话。他说，如果我们不同意，他们就去找金阳布厂。等等，你告诉他，5万匹全部给他。老板啊！机器织布局的洋布，现在都在我的库房里。然后呢？然后
我就通知那些之前订货的客商来取货了。若是明理知道你吞了他的库存，再加价5分卖出，他会怎么想？那就让他知道吧。你准备好了？我最近一直在跟踪他，他经常一个人去一个地方，一去就是半天。哪儿啊？爸，你不是不同意我姐跟陈哲的事吗？为什么还升他为销售部部长？我这人啊，一向是公私分明。销售部部长是他应得的。这次你被绑架，他也是出了力的。论功行赏，也该轮到他了。爸，这个陈哲2年来靠着我姐升得这么快，现在全公司都在议论这件事了。前段时间刚升为副部长，这么短的时间又成为部长，最重要的是他在公司也没做出什么突出的成绩，恐怕到时候难以服众。要的就是这个难以服众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舆论有时候可以杀人啊。对了，爸，这是前段时间黎东方面给我发的一份酒店项目的策划方案。这段时间呢，我好好研究了一下，觉得这个方案有很多的可能性，所以拿过来让你看一下。这个项目的地点呢设在鹿岛。1年前，黎氏集团在鹿岛拿下了一块商业用地，准备开发成集旅游度假为一体化的高端酒店项目。只是目前在资金上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他特意跑过来找我，想跟我们集团一起合作，共同开发。您看一下。他这个项目啊，我多少听了一些传闻。这件事情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呐。那块地上原本有2个村子，一个村子已经安置完毕，但是另外一个村子中很多村民都不同意当初他们签订的腾退条件，闹得很厉害。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还是个大问题啊！更何况，几家大的开发公司都不敢动这个项目。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做这个出头鸟。更何况，高端企业管理经验我们也没有过。正因为没有经验，黎东方面可以全权负责酒店的管理和运营，我们只要单纯的投资就好了。而且我觉得这次是我们欧氏集团进入这个领域最好的契机。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什么？金雅苑的一栋商业房和2亿资金。目前集团开展项目众多，我为什么要拿出那么多的资金去帮他？尤其是在他和你姐解除婚约之后，欧黎2家已经没有任何合作的必要。爸。就算我们2家最终不能走在一起，可我们毕竟也是世交啊！而且我跟黎东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现在他的公司出了一些问题，我帮他一把怎么了？50%。什么？欧氏集团要占50%的股份，而且要单独成立公司运作项目。欧氏这边董事会席位要占多数。黎氏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他是不会来求你的。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喽。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这也太过分了。2个亿，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数目。但是你要知道，
投资酒店的成本，回收和盈利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。我们集团做的是化妆品、服饰这类成本回笼相对迅速的快消品。就算是做地产项目，也只专注在商业地产上。南联的楼，我为什么迟迟不封顶啊？我就是在等鹿岛的地铁开通，到时候地价至少要增长30%。我现在给他一栋楼，我会损失多少利润？我也要考虑股东们的权益啊。李董提出的条件和许诺的回报，一定是掺了水分的，他会给自己留后手。咱们只有把他们逼上绝境，才能争取到最大的利润。我还是觉得，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。过来，儿子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不把个人感情掺杂到生意里来？生意就是生意。不是做慈善，人情能换来大利润。等有一天你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你还能收到这一份的人情吗？做梦！这是你爸爸我经历过来的，一辈子经历过来的，你懂吗？谁可怜你？谁？这叫生意。哎呀，这样吧。你陪我去个地方啊！欧总，您看安迪的事情，集团的法务应该已经给他发了律师函，之后的事情，法院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。欧总。我那天真的被绑架了，就在发布会当天的早上。你们干嘛？抢劫吗？这里没有钱。哎，你们认错人了，误会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了。当时我就知道，完了。欧总，安妮说的都是真的，这是我用手机在监控摄像室录下来的，您看看。吴总，
是我招谁惹谁了，好好被人打了一顿，弄得臭气熏天，把工作也给耽误了。本来我看你们发布会办得挺成功的，这么多天也没找我，我就以为这事过去了，没想到。欧总，这件事绝对是有人蓄谋已久，故意破坏这场发布会活动。本来我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，但是安迪是我的好朋友，而且他又是受害者。再说，林美雅和欧阳已经答应过我，不会再对安迪的事情追究下去。这件事情你们报警了吗？没有，因为不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人。再说，我也不想给自己添麻烦。好。关于你违约的事情，我会交代下去，不再追究。但是被绑架的事和这个视频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外传出去。你放心，欧总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那我不送了。好的，谢谢欧总。我们先走了。是吧？最近生意不错啊。啊，哎，比刚刚开业那会儿强多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。行，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啊。哎。欧总，我那天真的被绑架了，就在发布会当天的早上。他刚才来我们财务部说要看集团近5年的账务明细，你不知道这事儿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找我有事儿啊？我问你，安迪被人绑架的事情，是不是你找人干的？谁是安迪啊？这什么地方？儿子，陪我上去看看。
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当初啊，欧氏集团就是从这小办公室起家的。所以他那天没出现，是因为他被绑架了。之前不管我跟欧阳是怎么斗的，但那都算是正常的商业竞争手段。绑架是违法的。这人我根本就不认识，他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，这事真不是我干的。好，这件事情不提了。我已经告诉了安迪，欧氏集团不会再追究他的违约责任，但同时，他不能再向外界透露这次的事情。你最近工作压力也挺大的，要不要打几枪试试？这是犯法的事儿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您想想，一旦发布会成功了，欧长令他就能让欧阳顺理成章地进董事会，到时候小瑞就要被赶出欧氏，欧阳成为董事长那就是时间的问题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这格局一点变化都没有，只是更旧更破了。当初公司挣了一些钱，就把对面的房子租了下来。1年以后，这4层啊，一半的房间都是咱们欧氏集团的办公室，再后来就是整个4层。哎呀，当初我想，如果公司要是发展了，我就把整栋楼租下来，把这隔断都打通，好好的装修一下。可没有想到啊，公司突然遇到了难关呐。什么难关？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。反正公司已经挺过来了，才有现在的规模。欧阳啊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李东他父亲在接手他们家生意的时候，那时李家在本市已经有30多家餐饮店，而我呢，就窝在这个小房子里头，愁着下个月的房租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没有人能帮你，只能靠自己。所以，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在很多事情上不择手段，甚至有些不尽人意。如果要是不这样，咱们家能到今天吗？当初我要是不唯利是图、左右拼杀，也许现在的你啊，就囚禁在这小破房间里喽。您说的我理解，但是我并不认可。如果只靠唯利是图、不择手段，
就算做到世界最强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没有朋友，只有利益。这样的人生，不是我想要的。儿子，如果要是没有我，就你自己，你就不会说这样幼稚的话了。我作为父亲，我真希望你一辈子都能这么幼稚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没弄明白。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背着我私查公司账目？这是什么？结果。只要有了他，不管欧阳进不进董事会，都没关系了。本来我们只是知道，你爸让欧阳进入董事会，是为了通过增资的议案，但是我们不知道那笔资金的来源是在什么地方。查了公司的账目，我才发现，这些年以来，你爸一直在故意削减公司利润。他把一部分的钱转进了一家在巴拿马注册的外资公司户头里。他这么做，既可以避税，又可以拥有一笔随时可以调动的巨额资金。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你家商量怎么救欧阳的时候，你爸用了1个晚上就调动了3000万的美金。我怀疑那笔钱的来源就是在这儿。我只是查了5年的账目，如果再多查一点，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？你爸背着所有的人做这件事情，已经侵犯到了所有股东的利益。只要我们把这件事捅出来，股东们一定会炸的，税务机关也会介入的。够了，不要再查下去了，也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，到此为止。为什么？这是扳倒你爸多好的机会啊！我爸做的这些事情，我早就知道。你知道？我是公司的总裁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还有，我请你记住了，即便是我知道了这些，我也绝对不会拿这些东西来威胁我爸的，因为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和壮大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跟他的目标是一致的。你私查公司账目这件事情，我已经跟财务部的主管打好招呼了，不会跟任何人提起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，可以吗？当然，回家吧。欧阳，没事儿，走吧。谁啊？是我，徐思雨。思雨啊，我还以为广告呢。没关系，这是我新号码，你存一下。对了，你周六有空吗？有事儿啊？这周六我爸有一个基金启动仪式，
之前我们已经邀请欧伯伯和欧瑞姐了，不知道欧阳先生有没有空？你也给我发个邀请函不就得了吗？还特意给我打个电话。那当然了，我得亲自邀请才行啊。好，那就周六见吧。周六见。你去哪了？怎么那么半天才回来？肚子饿不饿？你想吃什么？我可以去给你买。老四养。不用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不开心呢？我能不开心？没事，我就是最近有点累了。自打从泰国回来以后，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，感觉就没停下来。不过我看着你，我就开心。咦，特别踏实。是不是咱们俩的事情，你爸又给你施压了？没有啊，你别瞎操心行不行？能不能别瞎操心？嗯。我能不担心吗？还没结呢。公司的员工试用期是1年，我现在还没到，我可不想搞特殊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。之前你可是哭着喊着让我给你转正啊，现在怎么突然就成了公事公办了啊？因为之前我是你的员工，做任何事情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考虑了。但是现在我是你的女朋友，做每一个决定之前，我都会为我们俩考虑。尤其是你姐和陈哲的事情，闹得公司谣言四起的，我觉得我们得低调。我可不想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上去。行，啊，反正是早晚的事儿。哎，晚上我陪你去试一件礼服好吗？然后我们再去吃饭。陪我去试礼服啊？嗯，又没什么活动，为什么要试礼服？思雨啊，哎，你的这份嘉宾名单啊，我看了，基本没什么问题。哎，但我怎么没有看到林美雅的名字啊？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而且她也是欧氏集团的员工，正好一起参与一下嘛。我也好当面向她表示感谢。他那天有事儿，所以来不了。哦，好吧，徐思雨没有邀请你吗？邀请我去哪？就是这周六，他爸有个什么慈善、什么基金发布会什么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那种地方不适合我。思雨她最了解我了，她知道我不喜欢那种地方，她一定是把什么都替我想好了，所以才没告诉我。可是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。可是我真的不想去。OK。哦，这么说定了啊，不许反悔啊，必须去。